当医师在诊间跟你说你的肾功能已经到末期了，可能要开始准备洗肾了，那一瞬间你的脑袋是不是会突然嗡的一声，整个空掉？心里可能会冒出很多念头，完了，是不是人生就这样了？以后是不是只能待在病床上，哪里都去不了了？先深呼吸一下，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吓你，也不是要把事情讲得更严重，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在我的诊间里遇过很多跟你一样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彷徨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洗肾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它比较像是多了一个帮手，暂时接手原本肾脏的工作，帮你把身体的毒素排掉。只要选择适合你的方式，你还是可以去爬山，可以出国旅游，也可以好好陪在家人身边。接下来这支影片，我会带你一次看懂，当肾功能进入末期时，你手上的3种选择到底是什么。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不是没有选择，而是选择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我们开始吧。到底什么时候才一定要开始洗肾？很多人一看到抽血报告数字变差，就紧张到不行，觉得是不是马上就要洗肾了？但其实慢性肾脏病指的是肾功能异常持续超过3个月以上，而当进展到慢性肾脏病第5期，也就是肾丝球过滤率掉到大约15以下，我们会开始密切评估是不是需要进入洗肾。不过重点其实不只是看这个数字，真正决定要不要开始洗肾的关键是身体有没有出现撑不住的讯号，也就是所谓的尿毒症状，像是恶心、想吐、明显疲倦、喘不过气，甚至出现高血钾、肺水肿，严重时还可能会影响意识。当这些状况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，甚至严重到连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很想吐，通常就不能再硬撑了，因为这时候肾脏已经很难自己撑住整个身体的代谢，我们就需要一个外援帮忙把毒素跟多余的水分处理掉，维持生活品质，甚至延续生命。那这个外援有哪些选择呢？其实主要有3种：肾脏移植、腹膜透析，还有血液透析。这3个名词听起来有点冷冰冰的，我们用白话一点方式来理解：换肾、洗肚子、洗肾。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看，看哪一种比较符合你想过的生活。第一个方法是肾脏移植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换肾。简单讲，就是把一颗健康的肾脏透过手术方式放进你的身体里，去取代原本已经受损的肾脏。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在这3种方式里，肾脏移植通常有比较好的存活率，生活品质也相对最好。很多人之后不需要再规则洗肾，饮食限制也会因而少很多。但困难的地方也要讲清楚。第一是肾脏来源本来就不容易取得，再来换肾之后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，这也会让感染或某些肿瘤的风险提高。第二个方法是腹膜透析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洗肚子。它的原理很特别，是利用你肚子里的腹膜当作天然的过滤器来进行毒素的交换。实际上怎么做呢？通常会先做一个小手术，在腹部放一条导管，之后你只要按照时间把透析药水灌进肚子里，再排出来，一天大约要更换药水3到5次，就可以完成治疗。现在也有全自动的方式，晚上睡觉时交给机器处理，白天就比较自由。腹膜透析比较适合希望自己掌握时间、生活弹性高一点的人。好处是可以在家里进行，不一定要跑医院，自主性比较高，而且对残余肾功能的保留也比较好。但限制也要知道，因为肚子会有导管，所以一般不建议游泳或泡澡。如果清洁没有做好，也有可能会发生腹膜炎。第3个方法就是血液透析，也就是最常见的洗肾。怎么进行呢？在开始之前，我们需要在手臂建立一个血管通路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瘘管。每次治疗时，会在手臂打2针，一针把血引流到机器过滤，另一针再把干净的血送回身体。那它适合谁呢？比较适合希望把治疗交给医疗团队，自己不用太多操作的人。治疗通常是在医院或透析中心进行，1周大约需要3次，每次约4个小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在短期间内快速清除水分和毒素，所以治疗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低血压、恶心或抽筋的情况。另外，瘘管建立之后，也要避免提重物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最常问的一句话是：
洗肚子跟洗肾到底哪一个比较好？根据目前的研究，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在长期存活率和生活品质上其实是相当接近的。所以重点不是哪一个比较厉害，而是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生活方式。刚刚我们聊了换肾、洗肚子、洗肾这3种主要的治疗方式，但有时候我也会和病人或家属一起讨论第4个选项，叫做安宁缓和医疗。我先把话讲清楚，安宁缓和并不是放弃治疗，而是把治疗的目标从一定要延长生命，调整成尽量减轻痛苦、维持舒适。有些情况下会需要这样的讨论，例如年纪较大，像是80岁以上，或是同时合并其他严重慢性疾病，像是癌症、心脏衰竭等等，身体功能已经比较虚弱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还要进一步做手术建立血管通路，甚至每周规律跑3次洗肾，对有些人来说反而会是一种负担，甚至是折磨。所以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刚好在这样的情境里，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，不要把没有洗肾等同于不孝顺或不够努力。安宁缓和医疗的核心是让身体的不舒服降到最低，让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有尊严、相对安稳的和家人相处。这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温和也更成熟的选择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其实都可以跟你的医疗团队好好讨论，一起找到最适合的方向。听完这3种选择之后，你心里有点混乱，其实是很正常的。面对末期肾脏病，要马上做出决定，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在临床上，医疗团队会陪着你一起厘清你在意的是什么，担心的是什么，慢慢找出最适合你的方向。不过在你真正做决定之前，我想先给你3个行动建议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。第一点，绝对不要病急乱投医。很多人一听到要洗肾，就开始到处打听偏方，甚至听信地下电台或亲友推荐的神奇草药。这边我要很直接的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常常不是在帮肾脏，而是在加速伤害肾下的功能。不当用药是护肾过程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错误之一。第二点，在医师评估允许的情况下，适度维持运动和水分摄取。即使到了比较后期，只要没有严重的水肿，适度活动让循环维持稳定，对身体还是有帮助的。喝水这件事也是一样，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就完全不喝水，而是要按照主治医师给你的建议量来调整。第3点，拿一张纸写下你最在乎的一件事。你是很怕打针的人吗？还是你不想要每周固定跑医院3次？又或者你很在意生活上的自由度，比如说不想要身上有管子，不能游泳。把这件你最不能妥协的事情写下来，直接跟你的医师好好讨论，会比你自己一个人想更清楚。讲到这里，我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来说不是压力，而比较像是一剂强心针，让你心里的恐惧少一点，面对未来的勇气多一点。也请你记住一件事，洗肾其实只是换一种方式，让身体继续好好运作下去。我曾经遇到一位60几岁的大哥，他选择腹膜透析之后，每天规律换药水，生活一样照常过。他周末还是跟着车队出去骑脚踏车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有活力，生活一点都没有被限制住。所以你也一样，有机会可以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。另外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需要洗肾的阶段，或是其实你更想知道，在进入透析之前，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来延缓肾功能的恶化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也会持续用最简单的方法，陪你慢慢了解肾脏健康的照顾方式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